我喜欢伤敌800，自损1000。校花要把我推进化粪池捞钻戒，我直接掏出炸药包把化粪池炸了。富家千金把我约到楼顶霸凌我直接抱住她一起跳了下去。摔死后，我穿进了一本古早虐女文，成了被虐的女主。系统说，只要走完剧情名场面，让男主挖心挖肾，等他的后悔值达到100%，开启追妻火葬场，我就能复活，并且获得1个亿的奖金。系统贱兮兮凑近我耳边道，以前那些穿越者死活不愿意被虐，非要大闹一场后逃跑，最后都被世界抹杀了。我劝你别做蠢事。说完，他开始准备欣赏我痛苦的表情，可我却嘴巴一咧，忙不迭点头。放心，这么好的事情我怎么会跑呢？毕竟让人后悔，我可是专业的。当男主让我把肾给白月光时，我毫不犹豫就给自己注射了一管艾滋病毒。果然，我刚被从换肾手术室里推出来后，就听到了男主愤怒的咆哮：温雪晴，你疯了！你有艾滋为什么不说？我看着他头顶下干到40%的悔恨值，阴笑问系统：谁说让男主后悔的方式只有追妻火葬场啊？你看他现在是不后悔要我肾了？系统被气得半死，我是让你被虐的，不是让你来虐男主的。我直接无视他，对着愤怒的谢君瑶满脸真诚道：你也没问啊？怎么？是不是莲枝妹妹嫌我这个肾不好？那我把另外一个也给她吧。我说着要起身，下一秒却被谢君瑶掐着脖子摁在床上。她暴怒：温雪晴，你故意报复莲枝是不是？你哪来的艾滋病？你背叛我！看来比起我把有传染病的肾给沈莲枝，我背叛了谢君瑶更让她生气。我瞬间挤出眼泪。君瑶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之所以会得这种病，是那次为了救你去卖血才感染的。你怎么能怀疑我对你的忠诚？一听我提起失忆那段日子，谢君瑶表情微变。根据小说剧情，当初失忆重病的男主被负债的女主救下，为给男主治病，女主试过药，卖过血，还差点卖身，对男主那叫一个好。回忆起过去，谢君瑶皱紧眉头，握着我脖子的手慢慢松开。就算这样，你也不应该隐瞒这件事。莲枝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如今又因为你染上这种病，你应该跟她道歉。我点头，好，我去。谢君瑶有些错愕，似乎没料到我会答应的如此干脆。毕竟在这之前，我和沈莲枝势同水火，每次见面都剑拔弩张。他沉下脸，你最好是真的知道错了。谢君瑶一离开，系统活了，他在我脑子里叫得像个土拨鼠，怒骂我不按照剧情来。我嗤之以鼻，我怎么没有按照剧情走？我是不是给肾了？谢君瑶是不是后悔了？这个世界都没抹杀，你还在这不满意上了？经过我的提醒，系统才意识到我这么做确实没有收到任何警告。刚穿过来时，我曾问过系统，如果不按照剧情走会怎么样？系统笑了笑，接着有一股强大的电流穿过我身体，我被电得全身抽搐，心脏差点从我嘴里蹦出来。他说，如果你不按照剧情走，这个世界的规则就会惩罚你，到时候电流比现在大100倍。我捂着胸口大骂系统不做人，但也不得不遵守规则。我勾起嘴角，起身穿衣服。我没有受到处罚，就说明规则允许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道歉也是名场面吧。系统被我搞怕了，你又要做什么？我笑得像个鬼。他既然都后悔让我去捐肾了，那我也得让他后悔让我去道歉啊。我推开沈莲枝病房门时，他正靠在谢君瑶怀里小声啜泣。一见到我，他浑身一颤，把脸埋进谢君瑶胸口。瑶哥哥，让他滚，我不想看见他。谢君瑶轻拍的背，语气是我从未听过的温柔。别怕，他是来道歉的。他抬头看我时，眼神1秒变冷，还不过来？我走上前，鞠躬，对不起。他就这么跟我道歉？沈莲枝从谢君瑶怀里抬起头，一脸不满。瑶哥哥，他害我染上这种脏病，如果传出去，我的演艺事业全毁了，我以后再也做不成大明星了。难道一句简单的对不起就行了吗？谢君瑶皱眉，那你想要，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道歉。我打断他的话，给我2个小时。说完我转身就走。2小时后，医院楼下变得热闹起来。我带着10几个临时雇来的大妈，拉着鲜红的横幅，上面用醒目的黄字写着：沈莲枝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把艾滋肾捐给你，请你原谅。一个大妈举着喇叭，对着沈莲枝病房的窗户全力输出：沈莲枝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们温小姐知道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她给了您一个艾滋肾吧。虽然当初她说了不捐不捐，是您逼她捐的，但她也是答应您了，您不要因此气坏了身子。整栋楼的窗户纷纷打开，无数好奇的目光投向沈莲枝的病房。系统再次尖叫，剧情里不是这种道歉方式，道歉还分方式。我冷笑一声，只要说了对不起不就行了？话落，谢君瑶已经怒气冲冲跑过来，她一把抢过喇叭摔在地上，对着我低吼：温雪晴，你疯了！莲枝是演员，你这么做是想毁了她吗？我看着她头顶已经升到50%的后悔值，无辜的眨眨眼，可我只是想让她感受到我最诚挚的歉意啊，不然我明天再来一次。谢君瑶暴怒地揪住我的衣领，温雪晴，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你怎么敢做这种事？信不信我断了你妈的药？她话音刚落，手机响起来，接听之后，谢君瑶脸色铁青。挂断后，她死死盯住我，你还做了什么？没什么呀，我整理着被她扯皱的衣领，就是包了市中心那块巨幕，24小时轮播我的道歉视频。看着她青筋暴起的额角，我贴心补充，如果莲枝妹妹还不满意，我还可以联系电视台做个专访。你，谢君瑶扬手就要扇下来，却被匆匆跑来的护士打断。谢先生，不好了，沈小姐她的割腕了。谢君瑶的手僵在半空，连忙往病房跑。半路，
他不忘回头警告我，要是莲芝有事，我要你陪葬。我笑得阴森，快看，60%了，你说我要不要今天给他干到100%啊？话说别人都攻略3年5载的，像我这么快攻略，你们有没有额外的奖励啊？系统头疼极了，还奖励呢？沈莲芝要自杀，原著根本没有这段，剧情完全偏离了。急什么？我打了个哈欠，准备回病房，他不舍得死，系统依旧着急。你就不怕谢君瑶一气之下搞死你？我面无表情，说出的话却发冷。他要搞我，事情就更简单了，我俩一起死。不过我想，谢君瑶应该是没有时间搞我。不出我所料，接下来2个月，谢君瑶忙疯了。我的道歉视频飞上热搜，井号沈莲芝艾滋病井号，井号沈莲芝乱搞井号，这2个话题不到半个小时就爆了。谢君瑶不惜重金撤热搜，压新闻，没想到适得其反，有人扒出他与沈莲芝多年暧昧的蛛丝马迹。甚至曝光了他为了救白月光逼自己妻子捐肾这件事。这条新闻一出，谢氏集团的股票瞬间暴跌。为了挽回形象，谢君瑶不得不舍弃沈莲芝的事业，公开宣布跟沈莲芝只是朋友，并且将更多的脏水引到他身上。沈莲芝事业尽毁，为了弥补他，谢君瑶把他接回我们家，把谢家的财政大权给了他，让他做我们家的管家。系统看得目瞪口呆，这财务大权移交的剧情竟然提前了整整5年。原书也有沈莲芝掌权的剧情，不过那是几年后，他自己作死，毁了自己事业。谢君瑶为了让他振作起来，把所有钱都交给了他打理，没想到我歪打正着，把这段剧情提前了这么长时间。不是歪打正着，系统对我五体投地，我怀疑你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件事，对不对？我淡笑不语。沈莲芝掌权后，开始处处刁难我，先把我妈换到最差的病房，要求节省开支，接着又取消了我的司机，每天只给我10块钱零花，美其名曰体验生活。对此我照单全收，甚至在他故意停了我妈的救命药时，还笑着说声应该的。系统终于忍不住了，宿主你转性了，这都能忍？我对他说，急什么？你忘了这本书最关键的转折点是什么了？系统想了想，是沈莲芝掌管财务后，找人撞了你妈，然后在抢救时拒绝支付医药费，导致你妈去世，你心灰意冷离开，然后谢君瑶后悔莫及，开始追妻火葬场。我点头，应该就这几天了。系统目瞪口呆，你不会是？没错，我笑了笑，台子我已经给他搭好了，就看沈莲芝演不演了。沈莲芝怎么可能不演呢？她巴不得早点把我赶出谢家。所以在2天后，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。什么？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车祸？怎么会？我现在就带钱过去。我挂断电话，冲到沈莲芝面前，声音颤抖，莲芝妹妹，我家里人出了车祸，现在在医院抢救，急需用钱，你能不能给我点？行啊。沈莲芝拿出10块塞到我手上，你快去，别让家里人等急了。我看着这10块，你怎么就给我10块？沈莲芝笑了，1天10块，这是规矩啊，你想要多的，明天再来拿。我反应过来他是故意的，我不废话，直接对他跪下来。莲芝，你不要开玩笑了，医院说如果不交钱就不抢救，你多给我一点吧。你知不知道出车祸的可是……我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打断，谁家出车祸都是这个流程，谢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随便破例，我还怎么管家？我估计他也不会给，于是拿出手机拨了谢君瑶的电话。君瑶，咱妈出车祸了，在医院等着钱救命，沈莲芝不肯给，求求你跟他说说，让他给一点，人命关天啊。谢君瑶沉默了几秒后，让我把电话给沈莲芝，我连忙把手机递过去，他接过，语气软下来，瑶哥哥，不是我不通融，只是这规矩刚立下就破，下面的人会不服我管教的。我知道你心疼他，可我也需要立威啊。我听不清谢君瑶具体说了什么，只见沈莲芝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，把手机还给我，瑶哥哥找你。我接过，那头谢君瑶声音变得不耐烦，温雪晴，家有家法，国有国规，莲芝刚接手财务，需要树立威信，如果这次为你破例，他以后怎么在谢家立足？你妈那里钱晚点到账没关系，医院总不会真的见死不救，晚点到账。我声音猛然拔高，谢君瑶，你疯了，那是抢救，晚1分钟都可能出人命，你是不是根本不打算管？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谢君瑶冷笑一声，温雪晴，你之前在医院搞出那么大的烂摊子，我还没跟你算账，这次就让莲芝发够脾气，等他气消了，钱自然会给你，安分点，别再闹了。电话被无情挂断，我恶狠狠瞪了沈莲芝一眼，丢下一句畜生，然后离开。出了谢家，我自然去了医院，没有钱，外加沈莲芝交代过，我刚到医院没多久就拿到了死亡证明。看着这张纸，我嘴唇微微颤抖，虽然对我来说他们只是纸片人，但这时系统提醒我笑得小声一点。我忍了忍，没成功，对不住。我一想到一会儿要发生的事就控制不住，系统已经对我行为已经彻底免疫。接下来做什么？我攥紧手里的死亡证明，拦下出租车，当然是去找那2个贱人算总账了。一进谢家别墅，我就直奔沈莲芝而去，趁他还没反应过来，直接给了他2个大耳光。沈莲芝，你个畜生，都是因为你，他没有抢救过来，现在人死了，你高兴了？我打沈莲芝的动静引来了刚进门的谢君瑶，他跑过来将人死死护在身后，指着我鼻子骂，温雪晴，你凭什么打人？你妈又不是莲芝害死的，要怪就怪她该死。本来我们都要去送钱了，是她没挺过去，这能怪得了谁？我想也没想，一巴掌扇在她脸上，愤怒道，谢君瑶，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还有，死的不是我妈，是你妈啊。话音刚落，
只见谢君瑶头顶的后悔值瞬间暴涨，连续2个月没有动过的悔恨值从60%一下子涨到85%。就在我以为怎么也能到100%的时候，他在90%停住了。我忍不住吐槽：妈的，自己亲妈死了，怎么才后悔这么点？系统没回我。谢君瑶掐住了我脖子：你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，我强挤出2滴泪。出车祸的是你妈，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要了那么多次钱，你都没有给我。医院根本就没有抢救，她一直被放在走廊里没人管，所以才会死。不可能！谢君瑶像是被人抽去所有力气，她连连摇头，满脸不可置信。对，这件事肯定不是真的。沈莲芝这时站出来，她扶住谢君瑶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：瑶哥哥，你别听这个疯女人撒谎，死的就是他妈，她是故意这么说，想让你愧疚呢。我能撒谎？我从包里抽出一张纸扔给2个人，死亡证明应该不会撒谎吧？谢君瑶，你妈现在还在火葬场放着，你要还是个人，现在就应该去处理她的后事。看到死亡证明那一瞬间，沈莲芝脸一白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身边的谢君瑶已经踉跄地跑了出去。半个小时后，谢君瑶到了火葬场，看到冰棺里的人，他腿一软，直直跪在地上。妈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死的是你？他想到了什么，忽然扭头看向沈莲芝，是你害死了我妈，是你没拿医药费。沈莲芝，我要你给我妈陪葬。话音未落，谢君瑶那双手就已经掐住了沈莲芝的脖子。沈莲芝眼泪掉下来，瑶哥哥，你说的对，是我害死的阿姨，你要我死，我可以去死，可明明出车祸的是阿姨，为什么雪晴说是自己家里人，医院也不给你打电话，反而是给她打电话呢？哇，果然是高级白月光，短短2句话就把所有责任推到我身上。谢君瑶猛地扭头，温雪晴，这一切是不是你设计的？为什么我妈会出车祸？为什么医院第一时间联系的是你而不是我？我看着她头顶剧烈波动却始终卡在90%的悔恨值，忽然笑了。谢君瑶，你是在怀疑你妈的死不是意外？我声音冷得像冰，你猜对了，你妈的死不是意外，不害死你妈的不是我。谢君瑶眼睛发红，是谁？我指沈莲芝，是她，沈莲芝，她是害死你妈的真凶。沈莲芝脸色骤变，你血口喷人是吗？我掏出手机，我这里可有证据呢。不等沈莲芝反应，我已经摁下了播放键。谢君瑶他妈是坐车来谢家别墅的路上被大货车司机撞了，对方在交警来那一刹那就自首了，说自己喝了点酒，脑子不清醒，不是故意的。现在人已经进了拘留所，但我手机里播放的竟然是沈莲芝和肇事司机的录音。男人声音里透着担心：莲芝，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这可是犯法的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沈莲芝声音冰冷：舅舅，你别担心，只是撞一辆车，不会出人命的。而且就算真死了也没关系，现在谢家的钱都归我管，你坐几年牢，我给你500万，够你下半辈子潇洒了。况且等我把温雪晴那个贱人赶出去，我就是谢太太，把你捞出来轻而易举。录音结束，谢君瑶脸色铁青，沈莲之间叫着来抢我的手机，这是假的，瑶哥哥，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，我没说过。温雪晴，你怎么这么坏，竟然伪造证据？我往后一退，眼睁睁看着沈莲芝因为扑了个空摔在地上，我微微一笑，你别急，还有呢。我又按下第2个录音，这次是沈莲芝和医院医生的通话。对，不用抢救，就让那老太太在走廊等着，拖死她。医生问，如果谢总追究怎么办？这就是谢总的意思。沈莲芝的声音让人不寒而栗，谢总早就不想养这个贱人了，他早该死了。我收起手机，看向谢君瑶，君瑶，这段时间沈莲芝不知道打着你的旗号做了多少坏事，你还要继续纵容下去吗？谢君瑶再抬头，面露凶狠，他一步步迈向沈莲芝，声音冰冷，沈莲芝，谢家待你不薄，我妈更是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，你为什么要害她？沈莲芝依旧嘴硬，我没有，瑶哥哥，我真的没有害阿姨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一定是温雪晴用 AI 合成的，你可不要相信她。AI， 我嘲讽一笑，莲芝妹妹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嘴硬？既然你坚持是假的，那我们不如请专业人士来鉴定一下好了，你可别忘了，君瑶公司就是搞这种高科技的，是不是 AI？ 找个专家一来就行。不等谢君瑶表态，我已经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，没多久，他们公司的首席专家就赶了过来。经过鉴定，专家确定这些录音都是真的。谢总，这2段录音都是真的，这可是犯罪啊！建议您赶紧报警。听到报警，沈莲芝彻底慌了神，她直接瘫软在地上，哭着求谢君瑶不要。瑶哥哥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对付温雪晴那个贱人啊！我没想到车上会是阿姨。她哭到一半，忽然想起什么，她忽然拉住谢君瑶的衣服，尖叫道：是他，一定是温雪晴，是他动了手脚。我明明安排的是撞他妈坐的车，怎么会变成阿姨？一定是他调换了车子，或者他提前知道了什么。瑶哥哥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不是想害阿姨，都是温雪晴逼我的，是他设计了一切。听到这里，我站了出来，莲芝妹妹，都到现在了，你怎么还想拉我下水啊？为什么本该接我妈的车变成了我婆婆？还不是怪你每天只允许我调动1辆车，本来那辆车应该去接我妈，但因为婆婆说身体不舒服想要去医院，我妈和婆婆之间，我肯定要先紧着婆婆啊。沈莲芝愤怒地看着我，天底下哪有这样巧的事？温雪晴，就是你故意陷害，够了！谢君瑶直勾勾看着他，眼底满满都是失望。不管是谁骂，这都不是你杀人的理由。沈莲芝，我让你当管家，是为了让你重拾信心，不是为了让你害人的。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到底是男主，基本3观还是在的。谢君瑶长吁2口气后，眼底渐渐变得清明。沈莲芝，是你自己去自首，还
还是我送你去？这相当于直接判了沈莲之死刑。他表情骤变，再次对着谢君瑶跪下来。不，君瑶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了。如果不是温雪晴，我怎么会得上这么脏的病，又怎么会丢掉事业？我只不过是想要报复他，我有什么错？君瑶，求求你，别送我进去。如果我进去了，我人生真的就完了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都会对我好一辈子。你别忘了，当初我还救过你。沈莲芝之所以能成为谢君瑶的白月光，不只是因为她会伪装，最重要的是谢君瑶小的时候曾被人绑架，绑匪把她绑到废旧工厂，把她折磨了7天7夜。就在谢君瑶挺不住的时候，一个小女孩出现，谢君瑶把自己父母电话给了她，求她救救自己。小女孩得到电话号码后便跑了出去，不但给谢君瑶家里打了电话，还报了警。谢君瑶得救后一直在找那个小女孩，直到找了2年才找到了沈莲芝。提到往事，谢君瑶再次心软，她长叹一声：沈莲芝，如果你不想去监狱，你愿不愿意？我忍无可忍。谢君瑶，你要原谅他吗？他可是害死了你妈。莲芝不是故意的，他只是太生气了。谢君瑶对我一脸不耐烦，说到底还不是怪你做了那些事，把他逼成了这样。他本质还是善良的，如果当年不是他救我，我可能就死在了那个工厂里。我说，如果当年不是他救的你呢？谢君瑶愣住，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他，当年救你的人是我。准确的说，当年救谢君瑶的人是女主。没错，这种虐文小说这种情节自然也是狗血的。当年是女主发现的谢君瑶，也是她报的警。不过在谢君瑶被救之后，那群绑匪就知道了女主的存在。女主的爸爸就是因为这件事死的。女主爸爸去世后，家庭重担完全压在了女主妈妈身上，所以她才会累出癌症，得了那么严重的病。可以说女主的不幸都是谢君瑶和沈莲芝造成的。当我把这个真相说出来，两个人满脸的难以置信。沈莲芝跳脚，对着我破口大骂：你胡说，瑶哥哥，他在撒谎，当年明明是我救的你，是我跑了很远找到电话，是我记得你家的号码，你个贱人，冤枉我害人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想冒充我。他扑上来想抓我的脸，被谢君瑶一把拦住。他眉头紧锁，目光在我和沈莲芝之间游移，显然陷入了混乱和怀疑。温雪晴，你说是你救的我，有证据吗？证据？我嗤笑一声，拿出一张旧照片和一个袖。照片是女主小时候的照片，袖扣是当时谢君瑶给的信物。这个你有吗？莲芝妹妹，我不仅有这个证据，还有别的证据哦。自从你回来后，你就各种找我麻烦，诬陷我伤害你，说我偷你东西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我都有证据。我每说一句，就拿出一份相应的证据。沈莲芝的脸色随着这些东西一点点灰白，她张着嘴，却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，整个人抖得像筛子。我。而谢君瑶看着那些铁证，瞳孔剧烈收缩，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尽。够了，他打断我的话，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。很快进来2名保镖，把沈莲芝，他顿了顿，每一个字都像淬了冰，送到他该去的地方，把他和这些证据一起交给警方。不，瑶哥哥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。沈莲芝声音越来越小，房间里只剩下我和谢君瑶，还看着我。我看着他头顶的悔恨值再次动了，从90%一路飙升，最终定格在了95%。操了，我整个人傻了眼，怎么会这样？他妈死了，白月光的真面目揭露了，连救命恩人的真相都大白了。他还在犹豫什么？系统也发出疑问。不应该啊！就在我们困惑时，谢君瑶一语惊人：你不是雪晴。我本来想跟他说我就是温雪晴，可看到谢君瑶的目光，我有了另外一个主意。我点头说：对，我不是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谢君瑶说：雪晴是个善良的女孩，如果她知道我妈要出事，就算以前受过我妈欺负，也不会见死不救。我嗤之以鼻，这是哪门子善良？这就是圣母，她连自己都救不了，还想救全世界，可笑。谢君瑶眸子一暗，雪晴呢？我的温雪晴去哪了？终于等到这句话了，我露出一个残忍的笑。你的温雪晴已经死了，已经被你和沈莲芝逼死了。说完，我死死盯着谢君瑶头顶的进度条。果不其然，在得知心爱的人死讯后，保持在95%的悔恨值再次动了。96%、97%、98%、99%，眼见就要达100%的时候，进度条猛然倒退，忽然退到了50%。系统更是傻了眼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它消失了几分钟，再回来时叫的声音更大了。宿主完了，男主觉醒并且黑化了。他话音刚落，谢君瑶往我这边走了2步，他指着自己头顶的进度条：你接近我就是为了这个吧？可惜你们都不知道我能自己控制这东西，像是印证什么一样。他头顶的进度条从50%直接降到0%，之后又从0%到10%、20%、30%，他来回控制，像是过山车一样，最后稳稳停在0那里。谢君瑶看着我的脸，平静地告诉我，他早就知道自己所在的世界不过是一本书，而在我之前已经有10几个想让他后悔的人，他每次都配合对方达到99%，然后再一点点降回来。他享受着这种摆布别人的快感，而且只要我们死亡，所有一切都会回归正常。说到这里，谢君瑶已经变得有点不耐烦，他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一把刀，直接扔在我的脚下。你的手段确实跟那些人不太一样，可惜主动权完全在我这里，只要我不后悔，你就不会成功。好了，你赶紧自杀吧，这样就可以开启下一个循环了。谢君瑶高高在上看着我，像是看一团垃圾，而我在他注视的目光中拿起那把刀，就在我往自己脖子上扎的时候，我忽然停了下来。谢君瑶，
如果我不按照你说的去死，而是在这个世界好好活下来，熬到你死，那你的亲人和爱人也不会回来。谢君瑶仿佛被我看穿了一样，他蓦然冷下脸，所以我劝你自己动手，不然我就帮你，你不会想要我的手段的。他神情凶狠，仿佛下一秒真的会亲自了结我。我再次举起刀，不过这次是甩在他的脚下。我告诉谢君瑶，你输了。谢君瑶愣了几秒，哈哈大笑起来。你是不是傻啊？我都跟你说我能控制自己的后悔值，我都跟你摊牌了，就算你去死我也不会后悔，而且就算你有别的招，只要我杀了你，就能重新开启循环。你告诉我，我怎么输？我问他，你确定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别的在乎的东西了吗？什么意思？谢君瑶的话音刚落，大门被推开，2名身着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，为首的一位出示了传唤令。谢君瑶先生，我们接到10名举报并掌握了确凿证据，证实你名下的谢氏集团涉嫌巨额偷税漏税，并参与跨国器官买卖的灰色产业链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，请你配合调查。谢君瑶表情瞬间凝固，他猛地扭头盯住我，是你，温雪晴，是你做的？见他这个样子，我点了点头，心里爽死了。当然是我，从一开始我就没指望用感情打动你。我慢条斯理开口，让你这种天之骄子后悔，心爱的人挖心挖肾算什么？失去白月光和亲妈又算什么？只有把你最在乎的东西，你的财富，你的权势，你高高在上的地位碾碎成泥，让你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，从云端跌进粪坑，这才是最彻底的悔恨，不是吗？几乎在我话音落下的瞬间，谢君瑶头顶那被他牢牢控制在0%的进度条疯狂飙升，50%、80%、99%，最终拉满，悔恨值100%。系统声音响起，任务完成，恭喜宿主温雪晴，我杀了你！谢君瑶彻底疯了，他不管不顾地朝我扑来，面目狰狞，想要与我同归于尽，但他甚至没能碰到我的衣角。警察立刻上前，利落地将他摁倒在地，他的脸被用力压在地毯上，昂贵的西装沾上了灰尘，曾经不可一世的谢总，此刻像一条绝望的丧家之犬。他被拖起来，压着往外走，经过我身边时，他死死盯着我。温雪晴，你够狠，你等着，循环还会。我走到他面前，用只有我们2人能听到的声音，阴冷地笑道：谢君瑶，没有下一个循环了，你完了。看着他被押上警车的背影，系统在我脑中雀跃，奖金1个亿已到账。宿主，由于你的优秀表现，外加修复了谢君瑶觉醒并且黑化的这个 bug， 我们决定给你一个额外的奖励。你有别的心愿吗？别的心愿？我低头想了想，最后开口，我想要温雪晴回来，并且富贵一生，健康100岁。系统愣住，什么？我口中的温雪晴自然是我现在身体的主人。他以为我会把这个愿望许在自己身上，毕竟我的身世比温雪晴还惨。我从小就没有爸妈，靠捡垃圾为生，从小就被人欺负，否则也不会养成这种有仇必报的性子。虽然我身处阴暗，但不代表我不喜欢温雪晴这种人，毕竟在这种环境下，大部分都是长成我这个样子。温雪晴这种永远积极向上、永远善良的人就变得难能可贵。我希望系统还给温雪晴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让她回到这个世界快乐一生。系统听完我的话，又问了一句：你确定吗？我说确定，那就如你所愿。温雪晴，欢迎回家。系统话音刚落，一道白光闪过，温雪晴出现在了我面前。她看起来有些虚弱，但眼神明亮而坚定。谢君瑶被带走后，这个世界仿佛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温雪晴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感激。谢谢你，让我重新回到这个世界。我笑着摇摇头，不用谢我，是你本身就值得拥有美好的生活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温雪晴开始重新适应这个世界。她凭借着自己的善良和努力，结交了许多真心的朋友。她用自己的医术帮助了很多贫困地区的人，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医生。而我也渐渐淡出了她的生活，继续在各个世界穿梭完成任务。但我知道，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，温雪晴正幸福地生活着，这就足够了。有一次，我完成任务后路过这个世界，忍不住停留了一段时间去看望温雪晴。她已经结婚生子，家庭美满。她的丈夫是个温柔体贴的人，对她呵护备至，他们的孩子也十分可爱。温雪晴看到我，惊喜不已，拉着我和她的家人热情地介绍。看着她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，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。和她的家人一起吃过一顿温馨的饭后，我才悄然离开，继续踏上我的任务之旅。但这份温暖和美好会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。本来以为这本书和我已经没有了关系，在我的记忆里形成一个看不见的波澜，直到有天系统再次传召我，宿主，我猛然惊醒。谢君瑶越狱后劫持了温雪晴，现在谢君瑶只要你出现，我有点蒙圈，毕竟这件事过去了很久了。谢君瑶他怎么还那么记仇？系统把我传送过去的时候，谢君瑶站在天台上，拿着一把水果刀挟持着温雪晴。宿主快来！系统大叫着。此时谢君瑶一只脚已经踏出了天台，警察一直在周围却迟迟不敢动，怕人质温雪晴受到伤害。快把另一个温雪晴叫来，要不然我就和她同归于尽。谢君瑶红着眼睛，歇斯底里的大叫着，周围人都很蒙圈，他劫持的人不就是温雪晴吗？哪里还有第二个温雪晴？系统快让我穿过去！我看着谢君瑶的脚即将要踏空，直到我穿到温雪晴的身体里，温雪晴猛然颤抖了一下。谢君瑶看到这样，愣了一下，但很快又回过神来，继续嘶吼着：别以为这样就能骗过我，你今天必须出现，否则我就带着他一起死。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用温雪晴温柔的声音说道：谢君瑶，你冷静一点，我就在这里啊。谢君瑶却疯狂地摇头：不，你不是，我要的是那个让我悔恨不已的温雪晴，那个把我一切都毁掉的温雪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说道：
谢君瑶，你以为毁了你的真的是我吗？听到这话的谢君瑶眼里有些迷茫的情绪，是你自己的贪婪和恶行，是你自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。温雪晴她一直善良美好，她从未想过要伤害任何人，是你和沈莲芝把她逼上了绝路。我说完后，眼神有一瞬间的恍惚，但很快又恢复了疯狂。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死，只有你死了，一切才能重新开始。说着，他手中的刀又紧了几分，温雪晴的脖子上出现了一道血痕。我心中一紧，继续说道：谢君瑶，你以为你死了就能重新开启循环吗？不会了，系统已经修复了那个 bug， 没有下一个循环了，你这次真的完了。谢君瑶的身体微微一震，手中的刀也松了几分。我趁机继续说道：谢君瑶，你看看你现在为了所谓的报复，把自己变成什么样子？你失去了财富、权势，现在连自由也没有了，你还想失去生命吗？你就不想重新开始，做一个好人吗？谢君瑶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动摇，但很快又被倔强和疯狂掩盖。不可能，我已经回不了头了。就在这时，警察趁机行动，一个箭步冲上前，一把夺下了谢君瑶手中的刀，将她牢牢控制住。温雪晴得救了，她扑进我的怀里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我看着谢君瑶被警察带走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，最终还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。我自小被卖进花楼，因天生媚骨，被老鸨当作摇钱树，从没被当成过人。嗜好凌虐少女的老员外要买下我时，尚书府的千金把我救下，成了他的贴身丫鬟。小姐为我取名，教我读书刺绣，视我如亲妹。她说救赎我是她穿越来这个世界唯一的任务。我不懂什么救赎，我只知小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把我当成人的人。后来太子向尚书府索要丫鬟，世人都知太子身患隐疾，暴虐无道，可小姐却依然替我去了。最后她在太子府被虐待致死，尸骨无存，唯有一方手帕被送回，染血的手帕上是小姐的亲手刺绣。我无法相信临走前还对我微笑的小姐就这样凄惨的被挫骨扬灰，于是决定利用我这天生媚骨去太子府为小姐报仇。1年后，太子府的公公再度来挑人，眼见他对我惊为天人，我莞尔一笑：公公，请让小女前去。那太子府来的公公盯着我的脸愣神半晌，才欲盖弥彰的移开视线。放肆，咱家是来挑人的，那可是太子府，岂有你说去就让你去的道理？尚书府从主子到奴才跪成了一片，脸色发白，暗自震惊。太子府那可是去了就要死人的地方，竟然有人上赶着去做鬼。放眼整个京城，没有一个人听到太子府3个字不两腿颤颤，只有我丝毫未被惊吓到。我仍然笑意盈盈，慢悠悠走上前，凑到那太子府的公公耳边：公公，这是老爷夫人和小女的一点微薄心意，不成敬意。说着，我就将一锭银子塞进了公公手里。手掌离开时，指尖若有一丝无意的在他的掌心划了一下，距离很近，我清晰地感受到这老不死的玩意儿呼吸猛地粗重了。我满意的笑了笑，他们不知道我天生媚骨，只要我愿意，不仅能让任何男人为我神魂颠倒，还能令不能人道之人也在踏上重振雄风。那日，太子府的公公迈着喝醉了酒般的步子回去了。很快，我们府上便再次迎来了太子府的人，传太子口谕：尚书府大丫鬟林晨风即日起入太子府为侍妾，日后伴太子殿下左右，好生伺候，不得怠慢。我下跪叩首，低头间，在阴影处扬起了唇角。小女林晨风谨遵殿下令旨。贤，我就这么嫁入了太子府。进入太子府的前几日，我都没有见到那位传说中的暴君，直到1日我在花园中散步，终于看见了被一群人簇拥着的太子，而他们的谈话内容让我的血液顷刻间变得冰冷。你说之前户部尚书府送来的那个女人，哼，本宫玩腻了就送去给外面的男人们玩了，谁让她不守妇道，怀了野男人的种？她怀了那些奸污她的野男人的种后，万念俱灰下居然告诉本宫，她不是婢女，是林家的小姐，让本宫给她个痛快。笑话，管她是小姐还是丫头，在本宫眼里都是罢了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我们皇室的女人，怀了野种让本宫的面子往哪搁？本宫就一剑捅穿了她的肚子。那女人死前的惨叫真该让你们听听。太子嗤笑着叙述他曾对小姐做的这些血腥的往事，男人们哈哈大笑，仿佛被凌虐致死的小姐是个笑话。我愣在原地，只觉手脚冰凉，眼前阵阵发黑。太子竟这样对我的小姐。当朝太子成婚多年，一直没有子嗣，每年都要从大臣们府上选走一个丫鬟做妾室。这些丫鬟进太子府的时候还是鲜花一样的女孩子，出来的时候就都成了残破不堪的尸体。坊间传闻太子如此残暴肆虐，是因为他不能忍道。我的小姐林若水是第6个进太子府的丫鬟，原本该进太子府的人是我，可小姐不顾我的反对，偷偷替我前去。她跟我说，她是穿越来这个世界的，熟知这个世界会发生的所有事，更有万全的应对之法，并且她来到这个世界唯一的任务就是救赎我，所以她绝不能让我涉险。于是小姐孤身前去太子府，可2个月后，我等来的是小姐被凌虐致死的消息，甚至我没有见到小姐的尸骨。太子府的人嗤笑地说，那尸骨早被不知道扔去了哪处乱葬岗，进了什么野兽腹中了，连带着腹中的孩子一起。小姐死后的这大半年，我过得浑浑噩噩，而如今我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机会。我早已织好捕猎的网，我要让太子痴迷于我和我的身子，然后向他以及所有伤害过小姐的人复仇。太子府的嬷嬷说，太子通常选在当月15左右出自灵性新入府的侍妾，我便静静等待这个月15的到来。嬷嬷看着我平静的脸，几次欲言又止，最终叹着气说，姑娘，这太子府内人心不可测，还请您务必谨慎行事啊，莫要同若水姑娘一般。我身形一顿，嬷嬷认识若水？是啊，那若水是个善良的，可她的命不好啊。
嬷嬷深深叹了口气，我的神色暗了暗，想起太子恶劣的模样，恶人自有天收。姑娘，那可是太子，这话可说不得。嬷嬷吓得捂住我的嘴，我低下头，没再说话。我不过进太子府几日，见过我的人便都口口相传我的美色。我勾起嘴角一笑，今日就是15了。我换上了一身轻柔妩媚的薄纱，静静等待太子的传召。月上柳梢之时，太子果然传召了我。我被送上太子的床榻，他喝了些酒，揭开锦被，看到我的容颜的瞬间愣了愣。你也是户部尚书府的，倒是比之前那个还好看些，早让你来不就好了。很多人都说我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，就是弯起来时眼角尖尖，眼尾上扬，像极了狐狸，狐媚之色太重。我对太子笑弯了眼，眼波流转，他正愣间，我的胳膊已然攀上他的肩膀，勾住他的脖子。殿下，长夜漫漫，就不要提扫兴之人了。事业被翻红浪。这男人近乎喜极而泣，他紧紧抱住我，沉醉地亲吻我全身的每一寸肌肤。传说中的暴虐和阴质荡然无存，唯有对我无尽的迷恋。缠绵半宿，直到睡意渐渐袭来，太子搂着我，注意到枕头下的一块帕子，迷迷糊糊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我笑了笑：“没什么，妾身随身携带的小玩意儿罢了。”太子便没多问，圈住我的腰，紧紧抱着我沉入了梦乡。他没看到我眼中如数九龙冬般的寒意。这块帕子是小姐为我绣的，尽管针脚有些笨拙，却很用心。帕子上绣了一轮红日，一片树林，似有和风吹过，扬起树梢和树叶。我仍记得小姐将帕子给我时甜甜的笑脸。从今以后你就叫林晨风啦，你要像拂过林间的晨风那样，一生温暖，一生自在。我会照顾你的，你也要把我当你的亲姐姐一样，知道吗？给我取名的姐姐，却为我而死。夜色深沉，我收敛起那副魅惑众生的笑容。太子满脸艳足，在我身侧已然睡熟，手臂还牢牢圈着我的腰。就算是梦中，他仍在心满意足的一语。看来本宫总算是找到了最合心意的佳人。我却笑了，所谓温柔刀，刀刀割人性命。妲己转生，褒姒在世，妖孽，妖孽啊！风言风语一夕之间传遍太子府，又从太子府席卷整个京城。太子置若罔闻，他忙于豪掷千金，为我兴土木建楼阁。我说夏季热，太子府的湖心亭不遮阳，他当即便命人拆了原先的湖心亭，征来上百徭役，几日就建好了绵延豪奢的水榭。我说心情烦闷，看腻了梨园的老套戏码。太子为博我一笑，召来几十个官员，命他们逗乐耍宝演猴戏给我看。见我终于笑了，太子也跟着笑，看向我的眼中是云山雾霭也掩不住的迷恋。太子除了上朝外，几乎全天候的陪着我，白天换着法子哄我开心，夜晚与我抵死缠绵。他本有隐疾，在我身上却能短暂享受到如常人般的鱼水之乐，再不需要靠凌虐女子来获得床子间的满足。那双曾经阴厉的眼睛染上情欲色彩后，失了清明，止于教徒般的虔诚和狂热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半月。一日，太子被传召入宫，我便被府里嬷嬷训斥。他命我跪在正堂，训斥何责？你这贱婢，惹得太子殿下魂不守舍，该罚。我脊背挺直，没听他的话。这个嬷嬷我认识，当时在尚书府，她轻飘飘地将小姐的帕子踩入脚下，嘴里说道：“尚书府送来的玩意，居然是个人尽可夫的婊子。”太子殿下怕这种人脏了尚书府的名声，便派人将他的尸体烧了。也是太子仁慈，他爹中绣的小玩意，让奴婢送来。老爷和夫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双双昏厥过去，至今仍旧缠绵病榻。我看着眼前这人丑恶的嘴脸，手中拿起旁边桌上用来泡茶的开水，浇在了他指指点点的手上，场面瞬间混乱起来。快去宫里宣太医，去宣太医！仆从们叫喊着。我很快被侍卫团团围住，他们将我捆了起来。嬷嬷边哀嚎边叫道：“我是自幼照顾太子殿下的人，你等着，殿下马上就要回来了，他会把你这个贱婢大卸八块的。”这点他倒没说错。没过多久，太子就跟太医一道从宫里回来了。嬷嬷拖着被烫烂的手，向太子哭诉我的暴行。太子，他心肠着实歹毒，你要替老奴做主，教训他。太子宽慰了他几句，就把他交给了一旁的太医，看向我：“这是你干的？”太子问我：“是我。”我坦然承认。太子怔住：“你为什么？”我走下贵妃榻，来到太子身边，双手捧起他的脸，用我的狐狸眼专注地凝视他的眼睛。因为妾身说，妾身能为殿下生下孩子。这嬷嬷不知为何，忽然勃然大怒，拿起花瓶要往妾身头上砸。殿下看，尽管妾身躲避及时，还是流血了呢。我将头上的伤处展示给太子看，那是我方才在混乱间自己拿花瓶砸的，鲜血淋漓，触目惊心。说来好笑，太子那颗残忍了这么多年的心，竟真因为这点伤而心疼了。他拿了金疮药来，亲自为我上药。你怎么不躲？竟全然将他母后身边最信重的嬷嬷的那双烂手抛诸了脑后。我笑了，眼波流转，撒娇道：“谁知道呢？可能嬷嬷固执，偏要执意认为殿下无法生子吧。”这嬷嬷曾是早逝的皇后身边的人，又从小照料太子，即便阴厉暴虐如太子，也一贯对他偏袒。但我提到不能生育的这块心病，太子脸上仍闪过一丝厉色。太医，过来！太子冷声吩咐，嬷嬷那双手随他去，治不好便任他废掉。是。太医得令，躬身离去。太子解决了嬷嬷，直勾勾地看着我。此时他只关心另一件事，近乎着了魔般的一语：“你当真能为本宫生下子嗣？”而我早已咯咯笑着，双臂缠上他的脖颈。当不当真，殿下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我烫烂了李嬷嬷的手，而太子却对我宠爱更甚。他态度已经很明了，
此后全府再没人敢议论我半句。嬷嬷回了宫后，向皇帝诉苦，奴婢非是为了自己，但陛下，娘娘命苦早逝，如今奴婢一心都在殿下身上，才会如此痛心啊！林晨风此等妖孽，一日不除乃国之祸患。听闻此事，我只笑了笑，让太子带我入宫觐见皇帝。帝王端坐于高阶之上，面容被冕旒遮挡住。我跪拜后抬起头，直直看向冕旒之后，皇帝便忘了刚才说了一半的话要接续些什么。太子适时插话：“父皇，儿臣想抬陈封做儿臣的侧妃。”太子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皇帝皱眉，朝堂之上无数人对我有意见，太子却当着众人的面想要纳我为侧妃，皇帝自然不愿意。太子面色固执：“父皇别气，陈封能为儿臣生下属于自己的孩子，先后在怀着太子的时候，曾为皇帝挡了暗算，因此自生下来便身体虚弱，患上隐疾。太子出生后没多久，皇后就没了，是以皇帝一直对太子有歉疚，要是他做什么都随着他，他也一直期盼着太子这个病有一日能好起来。”闻言，皇帝激动地站了起来：“此话当真？”我故作害羞道：“正是，而且臣女能与殿下同寻常人一样同房。”偌大的金銮殿，皇帝满脸通红，大笑3声：“好，好，终归是天佑我大景。”传朕谕旨，即刻封太子侍妾林晨风为侧妃。来人，重赏！太监宫女们捧着无数金银玉石绫罗绸缎，鱼贯而入。看着太子不断的作茧自缚，我静静看着这一切，勾起嘴角。下一个目标是谁呢？我如今是太子府的女主人，要查太子产业的详情很容易。太子有一栋楼，是专门给追随他的家族的族中子弟赏景的地方。这群纨绔子弟本就是和太子臭味相投，又是个大世家最喜欢的小儿子，是以成日在这栋楼里看女子被凌虐。这些人什么身份的都有，有官宦人家的少爷，也有普通的家丁。我不厌其烦地将他们一一找了出来，然后选了个日子，命太子的花楼闭门谢客，将他们全部邀请了过来，难为太子殿下惦记，在下实在是感激不尽。男人们聚集在一起，听说太子得了个绝色美人做侧妃，这次怕不是为了他才把我们喊来吧？这些为了色欲前来的男人们边谈天边等待表演开始，而我就像当初的太子一样，坐在纱帘后他们看不到的角落里观摩，根本没有什么表演。那些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吃喝中，全都加入了最烈的药，那药能催动人杀人的欲望以及破坏欲。据说即便是寺庙里最清心寡欲的和尚，哪怕服下一滴这样的药，都可以瞬间化身受累。果不其然，宴会不过进行了1炷香的时间，大部分人双眼迷蒙，有耐不住的竟抓住身旁的人就开始动手。我就在此时穿着绸缎罗裙走了出去，媚眼如丝，身段窈窕，纷纷向我扑来。不过扑了一半就被花楼的护卫们拦住，我笑意盈盈的全身而退，将场子留给了红了眼的男人们。啊哼，属下在。黑衣影卫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身后，单膝跪地。那药的效果能持续6个时辰左右，你吩咐人每6个时辰补一次药。哦，对了，餐食也要按时提供，确保他们都有足够的体力，不然怎么能更好的厮杀呢？阿恒沉声：是，主人。我坐在帘后，好整以暇地看了一会儿，不过1炷香的时间，场面就已经惨不忍睹，凄惨的嚎叫声仿佛能穿透屋顶。2炷香后，我满意的笑了笑，再次吩咐阿恒：我5日后再来查看，若5日后还有人活着，算他命大。说完，我便站起身，翩然离去，留下身后一夕间沦为炼狱的花楼。京城各大世家的小儿子失踪了多日，最后被发现死在了太子名下的花楼里。最可怕的是，案发现场有73个人，其中70个都断了气，并且死状惨不忍睹。剩下的3个虽没死，但也浑身没几块好肉，人更是已经吃傻。在现场还发现了附近斗兽场养的几头斗犬，也不知是何时偷偷溜进去的。被发现时，那些斗犬正在啃食死者的尸体。花楼的门一开，血腥味几乎能飘出几里。此案惊动了朝堂，由于性质太过恶劣，太子自然被群起攻之。皇帝溺爱嫡子，为此头疼不已。就在早朝上吵成一团的时候，我敲响了皇宫门口的登闻鼓，咚咚3声，我放下鼓槌，走向大殿。我裙裾飘飘，在群臣从愤怒到困惑到惊叹再到痴迷的目光中，缓缓步入大殿，提起裙摆，跪在堂中。所有人都怔愣地看着我，无人再发一言。最后还是皇帝最先反应过来：太子侧妃林晨风，你敲响登闻鼓，有何话说？回禀陛下，关于花楼一案，臣女有话要说。你说，此案系在场73人咎由自取，与太子殿下无关。丧子之痛让这几位大臣终于从对我的无端迷恋中清醒过来，怒斥道：胡说，你分明就是想给太子开脱。他们还待在说，我扬声打断了：秦大人，令公子2个月前晚死了府上的3名婢女，后来从人牙子买了4人，全部死亡。刘大人，没记错的话，令公子流连京城各大花楼，1年内就玩死了5个花娘。还有孙大人，令公子玩的就更开了，那案子怎么审了一半就停了？莫不是孙大人在其中动了什么手脚？还有徐大人，我不慌不忙，挨个点了下去，没点完一个，那位官员的脸就陡然变得青白。龙椅之上，皇帝的神情早已隐晦不定。你们竟敢认族中子嗣如此胡闹！大臣纷纷下跪，我俯身叩首，扬声道：请陛下明察，涉及此案的73人均是嗜好凌虐的恶棍，此番是他们自己聚会玩过火了，太子殿下并不知情，反倒是那些枉死在这些恶人手下的冤魂，还在地下看着我们呢。我说的这些案子，京兆府剧都登记在册，这些官员当初靠权势让儿子免于追责，如今却百口莫辩。皇帝最是溺爱太子，如今是一瞌睡，
我就给他递上了枕头。他自是欣喜若狂，就坡下驴。于是此案了结，太子不光没有获罪，还喜得了一个为民除害的美名。至此，由于我手中握着这些世家的证据，这些太子的忠臣已尽数归于我手。太子喜出望外，本宫的陈风不仅美貌，还冰雪聪明。太子搂着我，满眼迷醉，简直喜欢的不知如何是好。我轻笑，那殿下要如何奖励妾身？太子毫不犹豫的，即日起你就是本宫的正妃。太子挑起我的下巴，允诺道：此后荣华富贵，本宫与你同享，刀山火海，本宫也与你同去。所以他俯首在我耳侧，沙哑道：爱妃也是时候为本朝孕育一个皇太孙了。太子妃娘娘，属下已经把事情都办妥。夜幕降临，影卫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身后，一身黑衣与夜色相融。我点头，好，我让他去将当年欺凌过小姐的仆人一一杀死。阿恒，你觉得我残忍吗？属下不觉得。为何？我以为这沉闷木讷的影卫会说些诸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恶人自该受到惩罚一类冠冕堂皇的话，谁知他认真思索了片刻，似乎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，只回道：属下说不出为何，属下认为太子妃娘娘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。我一怔，然后忍不住被这傻气的回答逗得笑出声来。那如果我做这样的事，你也觉得正确吗？说着，我抬起手，暧昧地附上了阿恒的前襟，手下结实的胸膛猛地绷紧了。阿恒是太子私属的影卫营里的影卫，当初我跟嬷嬷起争执受伤后，太子就心疼地说得安排人保护我的安全，于是他便带我去了影卫营，我亲自选中了阿恒。太子一口答应了，并且向阿恒下令，以后只准服从我一个人的命令，就是天皇老子来了，也只能听我凌晨风的。后来太子好奇，问我为何选中阿恒，他有什么特别之处？我随口道，看着挺靠谱踏实的，合眼缘。这只是我随口敷衍太子的，事实是那日在影卫营，我环视一圈，所有影卫都或多或少被我的媚骨所影响，唯有阿恒仍在百无聊赖地抛铜板玩，只有心思至真至纯且定力坚忍超群的人才能如此。而此刻，我将这个定力坚忍超群的男人按在身下，他耳根微红，眼底满是我的倒影，不是由于被蛊惑，而是货真价实的倾慕。娘娘，不可！我随手扔掉一件纱衣，有何不可？不合规矩，有违人伦。还是你跟你那个殿下似的不行？属下身份卑贱，会玷污了娘娘。我仰头笑出了眼泪，长发披散，像黑色的蜿蜒的河流，藏污纳垢。玷污啊，好像我是什么贞洁烈女一样。我日日枕着仇人的臂弯入睡，与这世上最该死的人相拥而眠。我恨不得饮其血啖其肉，恨不得将他挫骨扬灰，但现在还不能。我要让他在最春风得意的时候死得最万念俱灰。我俯身轻柔地吻上阿恒的唇，阿恒，你一定会帮我的，对吧？迎春花盛开的时节，我有喜了。前来例行诊脉的太医惊喜的老泪纵横。这个天大的好消息飞快从太子府传到了皇宫，太子开心的又哭又笑，再也没了从前那阴郁扭曲的样子。他将我抱起，原地转了3圈，然后又恍然想起我有身孕，诚惶诚恐地将我放回了榻上。我轻轻揉着尚且平坦的小腹，笑得灿烂。殿下，果然我们的愿望上天都听着呢。他当即宣布开办宫宴，宴请各个大臣和家属，共同庆祝这天大的喜事。我们林家得了重赏，封官进爵封诰命，一跃成为了当朝最有权势的几大家族之一。所有人似乎都忘了，林家曾经有一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林若水小姐。提到林家小姐，大家只记得林晨风。清明时，我回了林家，随老爷夫人一道去为小姐扫墓。扫完墓回去的路上，夫人有意着开口：晨风，既然殿下如此宠爱你，要不就……我打断了夫人的话：夫人，小姐的事，你和老爷难道心中对我没有怨吗？夫人沉默了许久，后来长叹一声，将我带去了小姐的闺房。这里陈设摆放一如从前，铜镜擦拭的一尘不染，镜子前放了一排脂粉盒，仿佛小姐昨日还在对镜梳妆一般。夫人拿了一个小匣子给我，示意我打开看。陈风，这里装着的便是答案。我打开匣子，里面是一叠纸张，油墨味混合着香气，那香味是小姐身上的味道。我颤抖着手将那一叠纸一张张打开看。其实我知道，我虽然看过这本书的剧情，还有点医术的金手指，但我也不见得能在那个太子府活下来。可是我不想让陈峰去，我想家了，我好想回家。看到陈峰就会想起妹妹，也因为有她在，才觉得在这个世界也不孤单。其实能完成救赎任务也好，完不成也罢，我能活下来当然最好，活不下来也罢。总之，只要陈峰能好好活着，开开心心的长大，也算没有遗憾了。我不喜欢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但是反正我也可能要死了。如果这孩子侥幸能活下来，没爹没娘也有点可怜，所以给他绣了帕子，绣上了我的名字，至少他还能知道自己娘亲是谁。其实我也不知孩子是男是女，写他是因为希望她是个女孩，希望她像陈峰一样可爱，但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倒霉。看着这些絮絮叨叨的文字，仿佛小姐还在耳侧念叨，一如昨日。不知不觉，泪湿润了眼眶，夫人也流泪了。这些纸条是若水偷偷藏在衣襟里的。我们看到这个，就知道了若水真实的身份，也知道了她的心愿。陈峰，他只想让你好好活下去啊！我擦干了眼泪，一字一顿道：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更要为他报仇。10个月后，我的孩子出生了，是个男孩，我为他取名小洛。皇太孙出生，我和林家再次受重赏，皇帝大赦天下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太子曾经每年纳妾的习惯，自从我进府后就没了。自此后院清静，唯我一人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他对我的痴迷竟有增无减。他永远像个陷入爱情的毛头小子，事事以我为先，
对我照料有加。全朝的人都知道，太子一心独宠太子妃，再难在这位太子身上看到曾经性格阴郁扭曲的痕迹，他俨然已是一名心境开阔、一心为国为民的好太子了。又过了3年，皇帝驾崩，太子继位，我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。而年仅3岁的小洛被立为储君，太子称帝后的第1年生辰，他一手搂着我，一手抱着小洛，笑得仿佛沉浸在美好到不想醒来的梦中。群臣山呼万岁，祝他福寿绵延，千秋万代。我笑眯眯地举杯敬皇上，新皇李肃的眼里全是我，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，幸得尘封，此生无悔。我笑得更灿烂了。李肃，你走得越高，便会摔得越惨。生辰宴结束，我扶着有些微醺的皇帝回到寝宫，他喝了点酒后，更加无法克制满腔豪情与爱意。陈峰，我的好陈峰，你一定是上天赐给朕的礼物，你知道吗？朕每日做梦，梦中都是你。朕梦见我们携手一起，将我李氏江山开拓到史无前例的繁荣光辉。朕还梦见我们白首偕老，一直到须发斑白，你都还陪在朕身边，每日给朕撒娇卖乖，像个小姑娘一样。李肃仿佛沉醉入梦中美好的场景，说着说着又抱住我亲吻起来。我轻轻推开了他，陛下有没有想过，太好的梦往往总是假的。李肃只当我又在玩些夫妻间的小情趣，笑道：胡说些什么呢，小女儿家。这一次我没有跟着他笑，我的声音冷得像冰。那陛下有没有想过，一个手上沾了无数人命的人，一个曾将凌虐少女当作乐趣的人渣，上天凭什么要送他礼物呢？李肃僵住了，微醺的酒意尽散，他瞬间就清醒了。曾经太子府太子的房间里，墙上一直挂着一柄剑，李肃说那是他母后的遗物，他很喜欢。他还笑着说，那些入了太子府又被抬出去的贱婢，好些都是死在这柄剑底下，每一个我用他杀死的人，我都把他想象成当初害死我母后的人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林家那个傻乎乎的大小姐林若水，最后也是被这柄剑捅死的。虽然在本宫捅死她之前，她也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了。李肃说这些话的时候很是得意，仿佛他做的是什么天大的趣事。哈哈，本宫还记得，他说的太过详细，当时的画面栩栩如生的仿佛展现在了我的眼前。当晚我把太子伺候睡着后，就出去吐得昏天黑地。后来每一晚无法安睡时，我睁着眼看着墙上那柄剑，都觉得胃里翻江倒海，仿佛是李肃攥着剑柄在我的胃里搅一般。李肃继位后，他就把这柄宝贝佩剑带进了宫，继续挂在宫里寝殿墙上。此刻我走到墙边，取下剑，锵啷一声拔剑出鞘。李肃的眼睛瞪得巨大，无数情绪涌到一起，他仿佛第一天认识我一般。我举着剑步不向他逼近，等到他终于意识到什么，张嘴准备喊护驾时，才发现浑身没有一点力气，连喊话的气力都没有。因为刚才的宴会上，我已让他喝了软骨的毒酒，他软倒在地上，惊恐、愤怒、不敢置信，无数情绪交叠，最终只颤巍巍泄出一句：喂，为什么？林晨风，你这样对我，你说呢？我的声音比闪着寒光的剑刃更冰冷。你在欺辱林月小姐的时候，问过为什么吗？你站在花楼的纱帘外，问过为什么吗？你将这柄剑捅进小姐腹中，一尸两命的时候，你问过为什么吗？4年了，我终于再也控制不住汹涌的悲伤和愤怒。李肃拼命后退，直到后背抵住墙，他还想劝我，别这样，陈峰，我们还有孩子，他不能没有父亲。孩子，我仿佛听到什么天大的乐事一般笑出了声。你是指小洛？那你就不用操心了，小洛自有他自己的父亲照拂，会好好长大的。李肃终于瞳孔巨震，双手抖若筛糠。你什么意思？小洛不是朕的。我仍在笑，笑得脸都僵了，嘴里却吐出毒如蛇信的话：陛下不过是个摆设而已，你不会真以为你能让女人生出孩子吧？真可笑。李肃面色青白，血管暴突，浑身剧颤，这么多年支撑他的信念，在此刻轰然倒塌，碎成了齑粉。我也就是举起剑，李肃灰败的瞳孔中倒映出利剑的寒芒，剑尖猛地捅进了他的腹部。绝不解恨，李肃的眼睛仍然大睁着，却再无光亮。原来你林晨风，林若水，难怪你真狠，真能忍。李肃在他这辈子最春风得意的生辰上死不瞑目。阿恒，我话音刚落，守在殿外的阿恒就悄然出现，属下在，丢去山里喂野兽去，随便什么豺狼虎豹的都行，不过要记着，务必亲眼看着野兽把它吃干净，骨头都不要剩下，以免后患。属下遵命。阿恒一如既往，毫不质疑地执行我的每一道命令，一句也不多问。即便我的命令是让他处理掉这天下最至高无上的男人的尸体，我将寝殿里的血迹清理干净，然后第二天带群臣进宫面圣。我惊慌失措，满脸泪痕，向一同大臣哭诉：陛下他意外失踪了。我这个一国之后哭得梨花带雨，见我犹怜，兴许是夜里被刺客掳走了吧。陛下，我的陛下，没有你臣妾该怎么办？大臣们面色震惊，满座哗然，他们看着我悲痛的模样，都不禁感同身受，有人更暗自抹泪。于是朝臣们决定倾尽全力寻找陛下，而陛下暂时缺位期间，便遵照陛下之前的旨意，由我这个皇后代为理政。上朝第一天，我在一众大臣的亲身恭候下，一步步走上大殿。此后，全朝依然正常运转，所有人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，都在努力地寻找太子的踪迹，但他们当然是不可能找到的。李肃的尸体早在那个夜晚，就在阿恒的眼皮底下被豺狼啃食殆尽了，连骨头都不剩一根。于是我这代为理政，便一理就理了许多年。每一位朝臣看了我的眼睛就难以控制心神，拜倒在我的群居之下，我指哪，他们打哪，无人有异议。整个朝廷前所未有的齐心协力，在无党派之争蝇营狗苟，国泰民安。
后来我干不动了，退位让贤。几十年过去，大家也默认皇帝已经死了，于是小洛继承帝位，我成了高枕无忧的太后。我不信鬼神，不修佛，不念经，每日只躺在摇椅上，晃晃悠悠，望着远方等待。这些年一直陪在我身边的只有阿恒，见我又望着窗外，他开口：太后，属下总觉得你有心事。我缓缓看向他，或许吧。阿恒顺着我的视线看向远方，太后是在思念谁吗？我想的人已经故去了。我闭上眼睛，我每日坐在这只是等死罢了，因为死亡才是解脱吗？阿恒小心翼翼地问。我手里捏着一块已经洗到看不出原来颜色的帕子，轻声说：不，死亡是团聚。最终我享年68岁，死在了我常常躺着的摇椅上。人到最后一刻，这一生便如同走马灯一般在脑海中快速划过，然后恍惚中有灵魂离体的感觉。我低头看见许多人跪在我的尸身周围哭泣，有后妃，有太监和宫女，有臣子，还有小洛和阿恒。他们高呼太后，痛哭失声，但我并不能实质性地感受到他们的悲伤。我的灵魂左顾右盼，有些茫然，不知该去往哪里。直到一个温柔天真的声音从身后最光亮的地方传来，那么熟悉，熟悉的让即便是灵体的我也心中一痛，鼻子一酸。陈峰，真好，你到现在才来，我等你好久了。如果灵魂也会流泪，我的眼眶周围一定满是泪水。我猛地转过头，向着小姐的方向奔去。皇帝每次召我侍寝时，都会命人叫来太子跪在殿外伺候，只因他知道太子一直对我念念不忘。我本是太师嫡幼女，与太子秦昭琳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。可太子在弱冠之年却选择了太傅嫡二女陶明珠。赐婚圣旨下来那日，我不敢相信，当即入宫见太子秦昭琳。他说：福渠，陶明珠是姑的亲表妹，姑没得选。恰逢一瓣桃花落在我鬓间，他像往常一样伸手想摘落，却落了空。我后退一步，直接转身离宫。我不会为人妾室，哪怕是太子也不行。我已决定另择夫婿，宫里却传来旨意，要强行纳我入东宫为侧妃。太子妃陶明珠得知此事，在太子大婚当日设计给我下药，想彻底毁了我的清誉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反手就将药下给了来参宴的皇帝秦深。烛光下，男人称臂圈着我，蜜色肌肤紧实刚劲，背脊坚硬挺拔，那张脸俊美非常，丝毫不见岁月的痕迹，唯有一双眸子带着令人心悸的压迫。你可知爬床的后果？我没回答，眯着眼攀附上男人的脖颈，带着喘息的声音在他耳边吐气幽兰，一双手更是伸进他衣襟里四处点火。男人喉间闷哼，最后一丝理智的弦断掉。我怀抱着男人，任他在我身上肆意留下痕迹，脸上俨然没有半分迷离，只有得逞后的笑。皇权想玩弄我于股掌，我便要看看过了今晚他们还怎么父慈子孝。此时前院吹吹打打，秦昭琳和陶明珠已在帝后的见证下拜完堂。皇帝因故离席，皇后仍在主持礼节，派人去请太师嫡幼女苏福渠。陶皇后端坐在上首说道：众人都明白，这是要公布我为太子侧妃的消息。娘娘，苏小姐不知去向。刘嬷嬷进门附在陶皇后耳边说道。这时小宫女小菊急匆匆进门摔了一跤，陶皇后蹙眉不悦质问，小菊哭丧着脸跪地磕头，像是下了极大决心道：回禀皇后娘娘，春和殿有靡靡之声，似是男女纠缠，放肆！陶皇后重重一掌拍在桌上，脸色紧绷，怒意遮不住。此时春和殿内，我隐约听见有人前来，便故意让婉转甜腻的声音更大些，痴缠情深的动作也愈发大胆。我倒要看看他们有没有胆子来捉皇帝的奸。我坐在秦深怀里，主动吻住他滚动的喉结。秦深闷哼一声，动作一顿，掐着我腰间的手力道更大。他声音沙哑，情动至极，完全无心控制说话声量。门外正恼怒着要推门的陶皇后听到声音后，面色一僵，她胸口剧烈起伏，最终还是放下手，僵硬着脸对身后奴仆摆手。奴仆们虽莫名，却也都行礼退下。昭琳，你带人去前院喝喜酒吧。陶皇后哑声吩咐。东宫府邸的清白怕是证明不了了，若再闹大，皇室的颜面都要没了。秦昭琳拱手退下，离开春和殿时还多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。秦昭琳走到院外，对等候的皇亲国戚们笑着说：里面不过是野猫发了信，今日是姑大喜，请诸位与姑一同饮酒庆贺。众人便交谈着离开，没人再不识趣的追问或打探。中院很快安静下来，只剩我和秦深这边的靡靡之声。陶皇后仍站在殿外，面色铁青，而她身后的陶明珠更是双腿瘫软，面色一片苍白，纵有浓妆也难掩憔悴慌乱。早在听到里面是陛下与我的声音时，她就方寸大乱，全靠多年教养和城府才没显露出来。你做的好事。陶皇后声音低哑的几近变形，目光如刀般射向陶明珠。咚的一声，陶明珠跪在青石板上，惊慌的唇瓣颤抖，连抬头看陶皇后的勇气都没有。姑母，明珠只是想让她长个记性，绝不敢算计陛下。陶明珠声音带上隐隐哽咽。陶皇后死死捏着手帕的手泛白到青紫，失望至极的看着陶明珠，这么点事你都做不好，以后怎堪为后？陶明珠眼眶瞬时红了，一滴泪落下，消失在青石板上。她重重的以头腔地行礼：明珠知错，请姑母责罚。陶皇后冷着脸拂袖而去，陶明珠不敢跟上，默默垂泪，心中更是恨极了我。不知过了多久，
春和殿安静下来。情欲过后，秦深周身气息变得威严不可冒犯，看着我的眼神透着冷意。谁派你来的？他语气里满是居高临下的蔑视和鄙夷。我眼眶通红，抬眸含泪看向他，委屈、惊慌又害怕。秦深微微皱眉看着我，你可知朕最不喜矫揉做作的女子。他似乎耐心耗尽，说完就要走，而我满脸是泪，猛地往前一冲，重重地朝墙上撞去。然而预想中的疼痛没有到来，却撞进一个人的怀里。抬头一看，竟是秦深。不等他说话，我又要去撞，被秦深拉住胳膊大力拽进怀里。闹什么？逼朕册封你！秦深声音极其不悦。我垂眸，眼底是得逞后的轻松和愉悦。其实他不来拉我，我也会装作腿软撞不上去。眼下他既然阻止我，那便是舍不得我死。我再抬头，已是泪水连连，但仍忍住没有哭出声。请陛下准许，臣女自尽，以保全皇室声誉。我哽咽着，眼底是明晃晃的死志。秦深心一沉，问道：你不是东宫的宫女？这时陶皇后的声音从外间响起：陛下，内间的女子是太师府嫡幼女。秦深脸色彻底黑下来，想松开我，可我听到陶皇后越来越近的脚步声，更受刺激，大有一被松开就要撞死的意思。秦深冷沉着脸，仍旧禁锢着我。我既是太师之女，他自然不会放任我死在他面前。眼看着皇后即将推开门，秦深冷声命令：不许进，再送一套衣服来。陶皇后的手一僵，放下，硬着脸站在门外。我猜他心里定是冰凉一片。我哭得脸更红，浑身脱力似的依靠在秦深怀中，柔弱可怜地说：陛下，臣女不愿连累陛下声誉，您就让臣女去死吧，臣女已无颜活在世上。秦深看着我衣衫不整的娇弱模样，他终究还是硬不下心肠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忍不住心底笑，我早就在等他这么问了。虽然是早早打好的腹稿，我依然哭得梨花带雨，将宫女送来喜酒的过程说了一遍。臣女喝下宫女送来的喜酒，没一会儿便觉燥热，我说不下去了。秦深脸色也极差，想必他也猜到了后续。这时刘嬷嬷的声音在外间响起：陛下，衣服已经送到。我下意识一抖，往秦深怀里藏，眼泪砸在他手上。秦深安抚我道：别怕，朕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我抬眸看他，眼里绽放出感动与期许，哭着扑进他怀里道：陛下，我害怕。秦深回报我开口道：朕在，无事。这一刻我的心安定下来，这次计谋算是成功了。我余光看向屋内横梁，两只麻雀在对我眨眼睛。我就说嘛，皇帝重欲，且最喜欢的就是柔弱可怜的女子，这次我得记头功。呸，要不是我把药叼进皇帝杯里，事情能这么顺利吗？我才是头功。两只麻雀说着说着似要互啄，又担心闹出声音，最后一左一右站着，谁也不理谁。我忍不住失笑，我自有记忆起就能听懂鸟类的语言。小时候我总和麻雀、燕子说话，还差点被父母怀疑痴傻。我那时才知道，原来别人都听不到小鸟说话。自此以后，诸多鸟类就是我最珍惜的伙伴，也是我最趁手的武器。我脸色泛红，从秦深怀中出来，想要起身穿衣，谁知刚一动便腿脚发软，差点跌倒，幸好被秦深扶了一把。结果本就破碎的外衫骤然滑落，我的胴体毫无遮掩的显露，我和秦深都一怔。这时门外忽然传来大太监苏承德急切的声音：太子殿下，您不能进去。我和秦深猛地一怔，一起看向门口的方向。太子殿下，今日是您大喜之日，您还是先行回去洞房吧。门外大太监正苦口婆心地劝道，秦昭琳却不依不饶道：父皇身有不适，故必须亲自侍疾才能安心。听到秦昭琳的声音，秦深的神色肉眼可见的柔和下来，可秦深的眼神落到我身上时，瞬间又添了3分冰冷。穿好衣服待在这里，别出声。秦深扔下这句话便走出去，我唇角勾起一抹讽刺的笑，不管他愿不愿意，他睡了我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我慢条斯理地开始穿衣服，悄悄把木窗打开一条缝，横梁上的麻雀顺势飞了出去。门外，秦深刚关好门，秦昭琳就带着一身酒气，急切地走了进来。他先是拱手请安，随后迫不及待地关切问道：不知父皇身体可有好些？秦深对上秦昭琳关心的眸子和请罪的话语，心里一暖，可同时又想起屋内的我，忽然有些心虚。朕会派人调查，你先回去吧。秦昭琳见秦深确实无事，提起的心放下大半，本想告辞不再打扰，又想起侧妃之事，拱手道：父皇，今日事发突然，婚宴上还未公布侧妃之事，而臣想请求父皇能够下旨赐婚。停顿少许，儿臣为了娶讨表妹，已经辜负了福渠，名分上儿臣无法再为她争取，但礼节上，儿臣想以正妻之礼待她。屋内霎时间寂静无声，真落可闻。陶皇后听到这话，眉心直跳，她如今终于明白，为何陶明珠要用如此毒计陷害我的清誉。秦昭琳为了我几近疯狂，这种打正妻脸的事情都做得出来。秦深眼神一暗，幽深的眸子紧盯着秦昭琳，缓缓皱起眉宇。不等他说话，秦昭琳又急切道：父皇，儿臣知道此举不合礼仪，但儿臣对他是一片真心。这话一落，屋里安静的吓人，我穿衣服的手也不禁一顿。片刻后，我又恢复如初，长长的压结微垂，盖住眼眸，让人看不出神色。10年的相处，我与秦昭琳之间确有真情，
可早在他为了别人委屈我时，这真情就已消失殆尽。我曾说过，我绝不为妾，他不该因为我们曾情深就违背我的原则，更何况事后还妄图以皇权逼我为妾。片刻后，屋外重新响起交谈声。你求娶陶明珠时，朕就说过，太师之女和太傅之女，你只能选一个。秦深低沉的语调听不出喜怒。秦昭林惊得抬眸去看秦深，发现父皇是认真的，他升起一阵心悸。父皇，儿臣知道此番做法不妥，但您1个月前不是应允过儿臣娶她为侧妃吗？秦昭林从未忤逆，质疑过秦深的决定，此番质问是第一次。秦深眼底的暖意彻底淡去，眸子里的沉冷平静几乎要溢出来，周遭的空气都跟着凝固。太子，你喝醉了！陶皇后率先出言斥责。来人，将太子带回正院。陶皇后话落，门外守着的侍卫立刻弯腰进门，想把秦昭林拉走。秦昭林却甩开侍卫的手，跪在秦深面前，许是因为酒醉，眼底似有晶莹一闪而过，求父皇将他许配给儿臣。陶皇后一时间只觉得气血上涌，身形猝不及防地摇晃起来，幸好扶住一旁桌案才稳住。知晓内情的工人们都深深跪伏在地，战战兢兢，恨不得自己没长耳朵和眼睛。少许，秦深掩住眼底的暗潮，若无其事地问：你为何非他不可？秦昭林微微一怔，随即便浮起一抹柔和与坚定，认真道：儿臣与他相识10载，若无表妹，儿臣绝不会负他。秦深眉头轻轻一挑，直白道：可你还是负了。秦昭林面色一僵，无言垂眸，声音暗哑道：儿臣自幼丧母，自觉对太傅府有愧，对陶表妹实在难以拒绝。提及故去的先皇后陶婉之，秦深心中刚起的凛冽消退，看着与婉之足有7分相似的脸，也生不起真气。说到底，此事太子无辜，你先回去吧。秦深不想再说，太子只得行礼告退。他心里清楚，只要父皇没有直接拒绝，那他便还有娶我的机会。直到秦昭林的身影彻底消失在春和殿，陶皇后才觉得呼吸顺畅些。陛下，陶皇后刚一开口，我便猜到她定是要和秦深商议我的去留问题。我甚至能猜到，她想把我送到右国寺当姑子，一决永义。可惜我不会给她这个机会。我行礼跪在秦深身旁，红着眼主动请求道：陛下，娘娘，臣女自觉有罪，自请去右国寺出家为尼。秦昭林没来前，我有把握进宫，可秦昭林来了后，尤其是提到先皇后，我就没把握了。恐怕秦深会为了顾念秦昭林的感受，将我送走。陶皇后必然推波助澜，首选肯定是让我出家为尼。可非想把我送去当姑子，也要看看我身后的强悍母族，以及太子殿下愿不愿意放手。若是不愿，当朝太子夜探尼姑庵也是一桩美谈。果然，我刚说完，秦深和陶皇后也一样想到了。陶皇后面色不悦，皮笑肉不笑道：福渠是苏太师最看重的女儿，如何能出家呢？听说太师祖籍在瀛州，不如去瀛州吧。瀛州乃边界苦寒之地，当年苏家能在此发家，也是因为此处多战乱匪祸。如今瀛州虽安定许多，但也贫瘠落后，偶有山匪，对女儿家来说不是个好去处。但同样好就好在地处偏远，他们能看得住太子。少年的喜欢总是来去匆匆，不在眼前，1、2年就忘了。我知道皇后想看什么，她刚说完，我就装作惊慌怯弱的样子，下意识看了秦深一眼，又连忙垂下眸。秦深面色不变，也没有说话。显然，他在我和秦昭林之间选择的是秦昭林。我唇瓣微动，最终还是什么反驳的话都没说。在场所有人都不禁松一口气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我对天界的自私专权厌恶至极，想要将我送走，我偏不如他们的意。很快，我被送回了太师府。我刚回到府中，爹爹和母亲就关切地迎了上来。爹爹一脸焦急：雪儿，怎么亥时回来了？可是太子大婚发生了什么？若受委屈只管和爹说。母亲连忙打断：好了，雪儿在东宫待了许久，先让她回房休息。一行3人急匆匆来到我所住的揽月楼，刚进内室坐下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开口：爹娘，我和陛下睡了。母亲瞪大眼睛，猛地起身，想惊呼又生生忍下，死拽着手里的帕子，声音颤抖：事关女子清誉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。爹爹也眉头紧皱，满脸费解：陛下最疼爱太子，怎么会？两人一起看向我，内室气氛瞬间紧绷至极。我将东宫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，隐去自己算计秦深的那部分，只当作被陷害讲出来。爹爹和母亲先是怒不可遏，后又是不服恼恨，欺人太甚。我在战场上拼了大半辈子，结果皇家就是这么对我女儿的，这是皇帝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爹爹说罢，起身就要走，我叫住了他：爹，这些年陛下本就忌惮苏家，你若去闹，苏家就再无前途了。爹爹的脚步也是一顿，他们心中都清楚，苏家再厉害，也左右不了皇家。苏家的功勋是男儿流血流汗挣来的，不需要靠女儿牺牲来换取前途。爹爹攥紧拳头，压着心中的愤懑说道：此事你本就无辜，我入宫只求陛下能放你一条生路，瀛州不是你能待的地方。若回瀛州，还不如出家，总归在身边，我们能看顾你啊。母亲看着我，伤心的眼眶红了，却无可奈何。我神色坦然，卷翘的睫毛微垂，掩住眼底的暗流汹涌，再抬眸，仍是一片沉静。父亲母亲，你们只当不知此事，女儿自有分寸。爹爹迟疑着，
又坐回原位，选择听我的安排。毕竟我自小便与普通的姑娘家不一样，为人聪颖冷静，又不失锐气果决，是他们最疼爱也最信任的女儿。回到房间，我就抬起头看窗外，麻雀正传来御书房的消息。御书房，秦深正在批阅奏折，一个带着鬼面的暗卫正跪在他面前汇报着今夜的调查结果。陛下，属下多番调查，今夜之事确实与苏小姐无关。若说有不妥，也就是苏小姐曾以太子殿下的青梅竹马自居，顶撞过太子妃几次。秦深落笔的手一顿，微微蹙眉。他又问太子妃作何反应？暗卫道：太子妃为人大度宽和，被顶撞也没有生气。秦深眉头松弛许多，不过他还是下令继续查皇后和太子妃。接着他又吩咐苏福渠启程去瀛州时，派一队暗卫暗中护送。到了瀛州，吩咐人照拂，若有闪失，唯他是问。暗卫领命退下。而我听到麻雀转述的这里，低笑出声，他终究还是在意我，那我要办的事儿就不难了。次日，我爹苏太师上朝时神思不属，被皇帝瞧出。苏太师似乎心中有事，秦深换了常服，端坐在龙椅上，神色自若，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苏太师心里暗骂秦深无耻，面上却恭敬说道：陛下有所不知，小女昨夜与臣说想回瀛州老家，可瀛州地处偏远贫瘠，又多匪患，臣实在放心不下。且小女已经年满15，婚配之事迫在眉睫，臣便想着在京城时便定下婚约，由犬子护送回瀛州，全当是嫁女了。如此总不至于拖累她的一生。秦深刚拿起奏折的手一顿，幽深沉冷的眼眸微微眯起。如此匆忙嫁女，太师有合适的人选了？苏太师努力维持着脸上的表情，才没有露出破绽。臣的祖籍在瀛州，瀛州还有许多老友故邻，其中不乏出色的小辈。秦深沉默片刻，问她可愿意嫁？苏太师笑道：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她自是愿意的。小女就这点好，乖顺，从不忤逆长辈。旋即，苏太师似是想到什么，又跪下请求道：臣想请求陛下亲自为小女下旨赐婚，也算是给小女最后一点体面，让她去瀛州不必受人欺凌。秦深听着苏太师的话，许是想起了我在他怀里哽咽说害怕的样子。我本无错，却要为了那次荒诞付出代价，甚至怕影响他们君臣父子关系，我选择默默忍受，当真没有吐露半个字。秦深原本硬起的心肠，似乎也被触动了些。你先回去吧，容朕想想。声音低沉，眸子低垂，遮挡住一闪而过的阴翳和沉重。我爹看秦深的表情，知道该点到为止了，试探性的又拱了句火。那小女的婚事？秦深抬眸，眼里的凌厉和不悦十分明显，眉宇轻皱。不等秦深说话，苏太师就赶忙磕头，臣告退。一直到回府，我爹都还面带忧虑。陛下心思深沉，爹不知道自己这一番装可怜又逼赐婚，能不能让陛下回心转意。放心吧，爹，女儿心里有数。我正在写字，桌案旁的地上满是写着鬼画符的纸张，砚台上还站着麻雀毛毛在啾啾叫着。我也不只有这一个打算，接下来每天我都让我爹递上一道求赐婚的折子。不过3天，贴身婢女就跑进来，双手奉上信件，说：小姐，三公主的求救信，您是否要进宫？我自小就是三公主的伴读，她每次备考学问都会想到我。若是以往，我定会赴约，可这次我眸子都没抬一下，直接说道：烧了吧，不去。我知道想见我的人不是三公主，而是皇帝。毛毛歪着头看我，问：你为什么不去？我抬眸看向毛毛，眼里盛满温柔笑意，回道：太容易得到的，往往都不会被珍惜。招之则来，挥之则去的是狗。我眼中眸子里的锋芒和一闪而过的刺痛，曾经我就给秦昭琳当过狗，所以才让她有恃无恐，以后不会了。又过了几日，每日三公主都会派人送一封信给我，我仍是不去。直到第4日来的是御前的人，传召太师府嫡女苏福渠入宫，陪伴三公主读书。我这才更衣入宫。我来到御书房时，发现御书房外空无一人。推开门，一道挺拔的男人身影正背对门口，站在书架前，正是秦深。我站得离他很远，态度恭敬，跪地行礼道：臣女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安。秦深回眸，看到我这样，似乎有点不悦，说道：你胆子很大，需要朕亲自去请。我抿了抿唇，适时露出惊慌和强压的镇定，还有一抹转瞬即逝的伤感，问道：臣女不知陛下何意？秦深眼里闪过讶然，大约没想到我明明怕得要命，面上表情却装都装不好。但到底我是个小姑娘，心思不会隐藏，表面故作云淡风轻，眼里的伤感却是骗不了人的。我就是要让他这样想，他认为我拿乔不入宫，非得等他亲自来请，是变着法威胁，逼他收我入宫。我故意委屈的红了眼，秦深似乎被我触动，原本想严厉警告和处罚的话也拐了个弯。朕不会准你入宫，不要耍小聪明。这话说的难听又现实，气得我真想咬牙，最终还是忍住了。接下来就该我的主场了。我故作不敢置信的抬眸看向秦深，我自小就有这样的本领，想哭时立刻眼圈就红了。在他的注视下，我唇瓣轻颤，欲言又止，只闷闷憋出一句：臣女没有此意。这话太过苍白无力，秦深当然一个字都不信，他只当我是失败羞于承认，那红了的眼眶也是害怕所致。不过到这里，秦深已经不想再责怪我，想来吓唬吓唬便罢了。秦深又道：
此事你是无辜的，但朕不能负责。你若不想去瀛州，也可去任何地方，朕会暗中派人护着你，保你荣华富贵一生。秦深再次强调他不会负责任。我垂着眸子，久久沉默着，像是受了打击。半晌，我声音暗哑，对秦深磕头，请陛下为臣女赐婚吧。无论是谁，只要是陛下所赐，臣女都会嫁。秦深眸色瞬间一暗，眉宇皱起，缓缓走近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压迫感十足，独属于他的龙涎香气味扑面而来，令空气都仿佛窒息。秦深质问：你什么意思？我答道：臣女知道，只要自己在一日，陛下和皇后娘娘就永远不会安心。既然如此，臣女愿意嫁人，彻底断绝入宫或是嫁给太子的可能，只愿陛下能够安心。陛下眉头一松，随即又是更深的蹙眉：你是真的愿意嫁？我直起腰：是。臣女这几日在家，父亲和母亲为臣女挑选了无数男儿，臣女都没有点头。臣女的想法是想让陛下来为臣女择一位能让陛下放心之人。我抬眸认真看向秦深，眼里隐有晶莹泪光，放下最后一句话，哪怕是为妾。秦深沉默许久，弯腰抬起我的下巴，幽深眸子看不出情绪，盯着我问：你觉得朕会让你嫁给他人吗？更何况是妾。我看着秦深，眼神复杂，下意识咬紧自己的唇瓣，强压着情绪。此刻两人的距离极近，超越了臣子之女和帝王该有的距离，却又不是男女之情的亲昵，更像是对峙，带着看不见的硝烟和压迫。我肃然道：陛下，若是臣女不嫁，太子殿下不会放手的。秦深抬着我下巴的手用力：太子若怕失去你，就不会娶陶明珠。你凭什么笃定？我直视秦深，决然道：凭我爱他，凭我爱了他10年，10年的日日夜夜，我的心里只有他。我相信他也是。眼看着秦深的神色寸寸阴沉紧绷，抬着我下巴的手缓缓松开，挺直腰身，又变回了那个高高在上，不会屈膝弯腰的帝王。我在心底暗自发笑，男人帝王输给别人的感觉爽吗？我想笑，花很大力气才忍下去，比忍气还要费力。秦深现在有多不爽，我被一道圣旨夺了太子妃之位时就有多不爽。陶明珠凭什么和我争呢？君心如磐石，妾心如蒲苇，蒲苇刃如丝，磐石无转移，这是臣女当日与太子殿下的约定。我说罢，又是深深起手，所以臣女恳请陛下赐婚。在秦深眼里，我像是个失去自己最爱玩具的孩子，余下的是谁都行，只剩下破罐子破摔。臣女不愿玷污皇室清誉，也不愿意不忠于君，臣女甘愿牺牲。随着我再次起身，眼眶里强忍许久那滴泪落下，砸到青石板上消失，但我的背脊没有弯一分。你不是为了忠君，你是为了他。极冷沉的语调从秦深面无表情的嘴里说出来，更让人不寒而栗。就算是我，身体也有些控制不住的发抖。是我供认不讳，甚至带着赴死的决绝。秦深这一刻明白了，我从未想过嫁给他，因为我比他还害怕秦昭琳会知道这一切。我怕秦昭琳难过，怕秦昭琳受刺激，怕我在秦昭琳心里最后那一丝光洁的如同月光的皎洁彻底消失。他值得更好的。这句话彻底点燃了秦深深深压抑住的怒火。他垂眸看着我的神色带着危险的杀意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回答，因为这句话的意思不言而喻。我只是微微低垂着头，像是认命了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秦深眸色彻底沉下去，深不见底。他凝视着我，目光锐利又尖刻，仿佛要将我伪装的皮囊彻底刺穿，看清里面究竟藏着一颗怎样的欺君悖逆之心。秦深冷笑，带着森森寒意，转身离我远去。在他即将走进那把高高在上的龙椅时，他骤然回眸，笑容消失，死死盯着我。转而秦深几步便到了我眼前，霸道无比地将我从地上带起，压在门上。突如其来的巨大疼痛让我皱眉。你跟了朕，脏了，配不上你心心念念的男人了，是吗？秦深大力地禁锢着我，方寸之间动无可动，甚至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极近，宛若最亲密的男女才能交织的弧度。我抬眸看他，眼底仍有晶莹，却闪着更浓更深的倔强以及隐秘的恨。秦深一瞬间就读懂了我眸子里的含义。原本我和太子之间应当是绝世佳偶，全都是他这个恶人拆散了天地姻缘。说话跟了朕，很让你委屈是吗？秦深攫住我的下巴，下巴上立刻嫣红一片，可见是毫不留情。他像是恨不得撬开我的嘴，眼里闪着偏执。陛下，许多事干嘛要让人说出来呢？我唇角勾起一个释怀夹着病态的笑，我像是要故意激怒秦深杀了我，好摆脱这个早已失控只能带给我痛苦的时间。秦深的呼吸猝然粗重无比，胸口剧烈起伏，捏着我下巴的手也更加用力。臣女与陛下是一样的人，我们都有着共同想要守护的人，所以本就不该相互为难。臣女愿意做这场计谋的牺牲者，不管是死还是随便嫁给谁，臣女都悉听尊便。我后面的话秦深已经无心再听，他整个人被惹怒了。登基15年从未如此愤怒，但他越是愤怒，面上越是平和。他轻轻摩挲着我被他捏红的下巴，像是对待心疼的珍宝。甚至秦深主动低头，在我下巴上落下一个轻柔似雨的吻。我长长的睫毛抖了又抖，心中一颤，
忍着想逃跑的惧意。这样的帝王远比震怒更让人胆寒。我第一次怀疑自己的判断会不会出现了错误。下一刻，既然如此，朕就将你赏赐给太子为通房吧。我瞳孔紧缩，震惊不已。秦深欣赏着我的惊恐、畏惧以及抗拒，他道：“这样，为了保守秘密，你就守着你这副脏了的身子，一次次拒绝太子。朕会让你知道男人对女人的承诺和喜爱。狗屁不如！你这样的，朕能给他100个。”秦深话里的恶意和讽刺几乎凝成实质，唇角勾着冷嘲的笑。偏偏他轻抚我下颌的手越加温柔，像是要将我被掐出来的红晕抹开。我眼里的泪一颗颗滚出，落在秦深的手上，哽咽着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秦深的手一顿，唇角的笑僵住，眼神凌冽，嘴上的话像是刀子会捅人。你说他能坚持几次？不会被你拒绝一次就忍不住睡别人了吧？不对，他已经睡了。新婚之夜，他与陶明珠闹到深夜，早上请安，眼下都带着乌青。秦深贴在我耳畔，呼吸吹起，明明带着酥麻的痒，说的字字句句却凌厉的让人难堪刺痛。我眼眶通红，像是终于忍不住哭出声。我不顾君臣之别，伸手想捶秦深的胸口，手刚落下就被秦深钳住，这就忍不了了。我剧烈的挣扎起来，满脸泪水，语气决绝：“就算是他这样对我，我也愿意。”后面的话还没说完，一个拳头重重的砸在门上，带起寒风。秦深冷冽的声音响在耳边：“你怎么这么贱？”旋即，一个带着男性气息浓烈的吻强势落下，这个吻如同野兽撕咬。然而我的心却重重落回原位，甚至带着雀跃。男人，尤其是高高在上的男人，总以为自己是猎手，对女人有种凝视的自信。其实狗屁不如。我很想重重地、疯狂地回应秦深，我迫不及待想看到秦深知道自己被戏耍后的样子，那一定很有趣。但是还不行，我要看着秦深和秦昭琳互相残杀。我努力想要推开秦深，手在秦深胸膛上敲打推拒，偏偏我越是拒绝，秦深的吻越是浓烈。半晌，我身体控制不住地瘫软在秦深怀里，秦深松开了我的唇，被朕吻很痛苦吧？秦深抹挲着我的唇瓣，冷嘲道：“你要认清现实，你已经是朕的女人。”秦深的眼神开始变得揶揄，以及独属于男性的审视与从容。别人会因为同朕拥有过一个女人而感到自豪。我仍气喘吁吁，还未平静，但眸子里还存着攻击性。那陛下怎么不敢让太子知道那晚的事？这样不懂事、不柔顺、不谦卑的女人，是秦深绝不喜欢的。果然，秦深眸子里浮起审视，隐隐的情欲、怒意和占有霎时间退得干净。他质问道：“你在激朕？”我心中敲起警钟，我没想到秦深这么敏锐，我不过是稍微越举一句，他就能从极度的怒火中醒悟摆脱出来。不等我开口说话，门外突然传来响动，父皇，是秦昭琳的声音。秦深眼眸一暗，瞬间后退，离我更远一些，轻抚自己龙袍上被压出的褶皱。我看到这一幕，心中冷笑。秦深根本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在意太子，若是他真的在意，就不会一时情绪上头来吻我。说白了，秦深最爱的还是自己，而如今的秦深不选择我，无非是我的重量还远不及太子。秦昭琳已经推门进来，拱手请罪道：“父皇，御书房内外没有工人，儿臣非常忧心，这才失礼进门，请父皇宽恕。”秦深放在身侧紧绷的手骤然放松，淡淡道：“无事，你怎么来了？”秦深说着，重新坐回龙椅，高高在上，衣冠楚楚。我不屑一顾，我越是看到秦深这装模作样的样子，越是想将他的面皮扯下。趁两个男人交谈时，我暗自松开了自己外衫上的束带，只要轻轻用力，外衫便可滑落。没错，我要将那夜的事公之于众。儿臣听说三妹妹惹得父皇不悦，这才来此看望。秦昭琳说着，对门外示意，守在门外的侍卫立刻拎着食盒进门。这八珍汤是儿臣特意熬制的，最补气血，请父皇品尝。秦昭琳态度恭敬有礼，带着小辈对父亲特有的尊重和崇拜，但他的来意在场之人皆知，是为了我。秦深看着这碗汤，拿起，毫不犹豫一饮而尽。你有心了。场面一时间又安静下来。秦昭琳再次看向秦深，父皇，不知三妹妹在哪？我听到这话，也抬眸看秦深，在旁边暖阁，你去看看她吧。秦深面色如常道。秦昭琳蹙眉，她大概是奇怪，为何三公主在暖阁，而我却在御书房和秦深面对面？是。秦昭琳压下心中不安，深深看了我一眼后转身而去。我也屈膝行礼，主动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去陪伴三公主。去吧。秦深淡淡挥手，看他的神色，我心中已有猜测，他大概决定好了为我赐婚，可我不会让他如意。臣女告退。我行礼告退，转身和秦昭琳一起朝暖阁走去。秦昭琳落后半步，下意识护着我。身后秦深似乎已经开始批阅奏折，嘎吱，暖阁门开了，我的外衫脱尾，在要过暖阁门槛时被扯了一下，彻底滑落，冰肌玉骨显露无遗，脖梗锁骨间还未完全褪去的吻痕依然明显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愣在原地，气氛瞬间凝滞，落针可闻。我方才是想找个机会将外衫脱下的，
但我的手刚悄然放在衣带上时，外衫就已经被另一股力量带得滑落。方才只有秦昭林在我身侧，这是意外还是蓄意为之？与此同时，暖阁门也彻底大开，三公主人散漫不满的声音响起：“雪儿，你和我父皇做什么了？怎么那么久？”她突然从门后钻出来，笑着问我。看到这一幕，也是一怔。秦昭林看着我裸露在外的身体，眸色猝然阴沉，凌厉的视线回眸，正对上秦深的韩瞳。秦深面沉如水，握着奏折的手青紫泛白。御书房内安静的吓人，针落可闻。哪怕是平日里最无理吵闹的三公主也不敢说话，只是皱眉，眼神停在我身上。显然她非常清楚这些痕迹可能意味着什么。我对上福庆公主的眼神，神情却坦荡。这次确实是我对不住福庆公主，但是争斗向来是残忍脏污的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。旋即，福庆公主弯腰，主动将外衫捡起，披在我身上，又将我挡在身后。这一切发生的极快。秦昭林仍在看秦深，秦深的视线也停在秦昭林身上。秦昭林在等一个解释，但秦深是皇帝，不会给任何人解释。况且什么都没做过的人是不需要解释的，他只需要无视、疑惑或是震怒。福渠，快到秋季，你的斑疹又犯了，要注意身体。晚些我叫太医去你府上给你看看。福庆公主主动打破沉默，笑着看我，宛若一切稀松平常。我抬眸去看她，读懂了她藏在笑意背后的冷意。是，多谢公主。我微微屈膝道谢，转而垂手对秦深和秦昭林行礼，声音闷闷的，引着难以察觉的哽咽。陛下，太子殿下，臣女失礼，自请离宫，永不踏入。这次两个男人的视线重新落回我身上，秦深一派平静，秦昭林却瞳孔一缩，下意识攥拳。父皇，儿臣不介意苏福渠失礼，请父皇宽恕他。秦昭林对秦深拱手，恳切的神情垂眸，严肃认真。秦深看着低低的头颅，只能看到秦昭林茂密的黑发缓缓蹙眉。我心中暗自发笑，他大概真的从未想过太子会喜欢我到如此，连我在旁的男人面前几乎赤身，还有身上那些暧昧不明的痕迹都能接受。他眸色晦暗，你贵为太子，所有想要的一切朕都会帮你得到，不必这般。父皇，儿臣只希望此生与苏福渠相伴终老。秦深听到这话，面上仅剩的温和消退，眸子逐渐肃然。我看着秦昭林的眼神渐渐带上审视和揣摩。从前秦昭林很喜欢我，但秦昭林的喜欢是内敛、沉稳和隐匿。除了定情那日，秦昭林从未直白地和我表明心意。这两次，秦昭林却三番两次地表明真情，若不是即将失去的犯贱，就是另有所图。苏轼呢？秦深看向我，我敛下眸子情绪，说道：“臣女自知配不上太子殿下，恳请陛下放臣女离开。”秦昭林蹙眉看向我，还没开口，秦深已经干脆道：“太子，你若再执迷不悟，太傅府和他都会受到牵连。”我再次被秦深当作肆意使用的法子，意料之中，但依然可恨。福庆公主彻底惊呆了，秦昭林面色沉重，静了许久，深深的、眷恋的看了我一眼。是，儿臣遵旨。沙哑到嘶哑的男声响起，许多人的心都放回肚子里，唯独我不满，我竟然被秦昭林如此轻易的放弃了，就因为秦深的一句警告和威胁。草率，可笑。我本以为自己可以靠自我暴露，引发秦昭林的嫉妒和失控，进而逼着秦深不得不接自己入宫，如今却失策。这场突如其来戏剧化的转折让我始料不及，我一直在沉思，就连福庆公主临走前和我说了什么，我都没听清。左右不过是让我给她写信。秦昭林被留在御书房，我则是被小太监送出宫。临走前，我深深地看了一眼树枝上的毛毛，毛毛歪头振翅，直接飞进了此刻大敞着窗子的御书房窗沿上。1个时辰后，毛毛飞回了太师府。揽月楼内，我听着他一句一句的给我转述。皇帝要派太子去秦州赈灾，工部尚书和户部侍郎协助，3日后启程。这次赈灾，明面拨款30万，暗中还有70万，一同由太子主理。一个念头瞬间划过，我了然。秦昭林用我和秦深交换了利益，我冷笑出声。第一次知道，原来自己的清白之身值100万两的高价，胜得过世间最贵的娼妓。